歡迎大家繼續回來寰宇全世界。在周末登場的美伊談判，其實還有戲中戲啊，因為我們知道，在美國這邊呢，主談的代表也是帶領整個談判團隊的，這次換成了副總統 J.D. Vance。范斯啊，他曾經在美軍陸戰隊服役好多年啊，曾經在2005年被派駐到伊拉克。當然也有分析就因此認為呢，范斯在伊拉克的經歷啊，讓他一度質疑美國這次對中東的整個軍事行動跟干預的行為。基本立場是反對美國對海外用兵的。那麼 Vance 呢，也從一開始那就成為了伊朗非常屬意，而且是點名談判對口，因為先前的談判經驗非常的不 OK。為什麼呢？因為這個包括這次也在談判團隊當中的Witkoff 還有這個Kushner 呢，其實呢大家記得嗎？上次谈到一半就被打了哈，2月28號這一天就開始被攻擊。好，那巴基斯坦的媒體也報道說呢，原本華府一度擔心德黑蘭這邊的態度搖擺啊，可能會削弱談判的可信度。但是這次伊朗方面呢，派出了由他們的國會議長，也是剛剛特別提到說，他曾經擔任過革命衛隊的高階將領卡利巴夫這位議長，帶領着伊朗的外長阿拉奇，那還有一些隨行人員，那讓川普相信伊朗這次是真的要談判啊，所以他改變心意，派范斯出馬。而日經就報道說，范斯能不能夠以美國最有利的條件達成這次的談判協議啊，也會是一個觀察重點。因為呢，這將會成為他能不能夠成為2028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試金石。現在他的黨內對手最強的被認為是 Rubio， 就是現在的國務卿。那美伊談判呢，也將會成為 J.D. Vance。范斯參加大選的關鍵要素。Ross 對於范斯這個談判能力的了解如何啊？你覺得他跟其他川普的核心幕僚，包括現在台面上的 Witkoff 也好，尤其是 Kushner 也好，還有包括 Rubio 也好，他們的不同是什麼？不同是他沒有其他人那麼多經驗啊，尤其是在這方面這些國際談判畢竟他以前做律師，然後在私募基金呢。但是其實時間沒有很多年了啊，還算很年輕，對不对？所以他退伍之後，然後去當律師、私募基金，時間也沒有很久了啊。另外啊，他就寫一本書，然後當參議員，當參議員也沒有當太多年，川普就請他當副手了。然後過去1年多，就是從川普上來執政之後。雖然不能說像以前有一些副總統是被排在外，那不能講質疑川普還是把他拉進來很多重要的決策或的相關過程，但是他也不是關鍵人物了。不管是世界哪一個熱點，不能說過去1年多 Vance 是關鍵，就是他在其中，可是他不是關鍵人物。可以這樣說，他不是主導的就對了。他這次帶領整個談判團隊啊，好像對，這次是，但是他不是一個人去啊，對不對？還是有 Witkoff、Kushner 在場，對不對？他只是代表。而且提醒大家，Kushner 是我們猶太人了，對不對？而且他是很虔誠，通常禮拜6安息日他都會去禱告了。那這次可能是經過他的牧師說，哦，這次為了世界和平啊，你不用去禱告，你可以飛去伊斯蘭國家 Pakistan 參加談判。這個教宗都出來說話了，說美國這次不對。所以重點是川普也沒有單獨派 Vance 去，對不對？所以其實時間還很久，但是我跟大家說一個重點啊，如果 Vance 真的想拿這個共和黨提名的話，下一屆總統提名的話。他不得不在將來3年多，因為3年左右，他不得不主導，不管是國內外交政事，他一定要主導一些東西，一定要有一些自己他個人有一些實際的成就，實際的成績，對，要不然大家都會說，哦，你是一個花瓶而已啊，你沒有真的有做什麼事情。OK， 你只是配合川普而已，你不是太敵對啊，你非常支持他，你很 MAGA。但是你實質的成就是什麼？所以他不得不在將來幾年，不管是國內政事或外交政事，必須要搶這個主導權。大家最近現在也在看，就是這次 Vance 他帶領的這個代表團，然後他的表現如何啊？因為今天有一個最新消息啊，就是未來很有可能
他要面對的對手，如果他真的代表共和党的話，民主黨這邊賀錦麗打算要捲土重來。好，那麼當然這個你認真嗎？當然賀錦麗也必須要通過民主黨內的初選嘛，哈。他是自己想出來吧？对，自己想出來。OK， 那麼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啊，就是因為最近的新聞有一個是 MAGA 當中已經出現很多反對川普在中東決策的聲音。那使得呢，現在變得是好像共和黨內部，尤其是 MAGA 內部有一個內訌。川普在社群平台最近，像剛剛那個大使講到，他就發表了一連串的言論攻擊哈，因為他攻擊的對象都是一些媒體的名嘴啊，還有一些媒體人啊。那川普像是在這個長文當中呢，不客氣的稱呼 Tucker Carlson 啊，這個 Carlson 呢其實是非常有名的一個媒體人啊，他現在是個名嘴。那還有包括像是Megyn Kelly 啊、Candace Owens 啊，以及這個 Alex Jones 啊。川普說：“你們這些人都是低智商啊、低 IQ 的瘋子跟笨蛋啊！”稱呼這些媒體人呢，只為了要推銷自己三流播客的這樣的一個角色，尋求廉價的知名度。然後也特別形容攻擊 Carlson 呢是個崩潰的人啊，建議 Carlson 去看心理醫生啊，因為他非常的不滿，因為這些媒體人名嘴不斷的去檢討川普在中東這邊的決策做的是非常的離譜。CNN 也委託了麻州大學阿莫斯特分校的 YouGov 的民意調查機構也發現，他們做了民調是選民信心出現動搖的比例目前到達38%。大使，其實這個對於當然這個跟伊朗沒有關係，不過呢在談判上也許是個利多哈。這也是不是說川普現在非常的急，他趕快想把中東問題給解決，尤其是跟伊朗之間達成一個協商、一個談判的這個決議哈，因為這樣再拖下去的話，對他期中選舉是非常不利的。對，所以這是他這場戰爭已經影響他個人的政治前途了。政治人物什麼國家啊、民族啊什麼，他最重要他自己個人燒到他自己了，燒到他自己了，所以他這個算盤一敲就結束這場戰爭，找另外目標嘛，這很快很容易嘛。不過我覺得那個范斯是伊朗點名，伊朗點名，就是說伊朗前一陣子就傳言說他們不接受那個維科夫跟庫什納，對，他說因為。原來時候在透過卡達談判的時候，就是跟這兩個在談的，後來談完以後就挨打了。對啊，對，所以他們我想他們應該點名。那這是很正常的。談判的时候啊，雙方都會說你派誰來，我不同意。我希望你派誰來啊？那這裡面可能也交換了很多人名啊，搞不好也有 Rubio 啊。那伊朗說不要啊，那也可能是那個財長啊。那川普就這幾個他比較信任的嘛。對，所以我認為他們是范斯出來，不過范斯這是一個好機會，他真的又重回到這個版面的媒體的版面的中央哈。那而且我覺得他也大概看出來了，如果期中選舉川普啊，這個聲勢大弱以後啊，他可能要扮演一個比較重要的角色，開始吃重了。對他本來在這場戰爭裡面，他就扮演一個剎車的角色啊，這在川普的陣營裡面能夠當剎車是很冒險的。那他還這次弄到這個工作啊，對他來講是他政治生涯的很重要的一步。對，那他就會反戰到底。因為其實，在他代表反戰。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整個美以伊的戰爭這樣的一個衝突，其實也造成美國這邊不小的戰損哈。美國軍事時報也報道說，中央司令部他們就指出呢，從美國跟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襲擊以來40天內已經有13名美軍人員死亡，381個人受傷。CBS 4月1號以來呢，在這個美國他說呢，報道說美國在中東地區損失了8架，尤其在武器方面8架 MQ-9死神無人機損失。然後呢，2月28號攻打伊朗以來呢，已經損失了24架的 MQ-9了。這 MQ-9呢，其實依照型號不同，他們的單價呢大概是3000萬美元，折合台幣是9.5億或更高。24架算了一下是7.2億美元哦，大概有228.6億台幣。它平常是用在作為這個情報偵監監視啊、偵查任務啊。最初設計是因為這個用在防空能力比較弱，甚至沒有防空系統的反恐環境。但這次我們看的不只是戰損，金文兄 MQ-9的這個不斷被擊落現在已經戰損到有說24架了在整個無人機的作戰戰略角色還有電戰系統上面，是不是有被外界高估？你
覺得？我認為無人作戰體系是未來戰爭的一個新的趨勢哦。雖然這 MQ9這次戰損其實數量還蠻高的，但從這次戰爭也正凸顯了無人作戰系統或者無人作戰裝備它的巨大價值。試想，24架無人機如果換成24架有人飛機，對，哇！對美國來講，如何營救相關的飛行員，或者飛行員人命的損失，對美國來講將是更為巨大。比如說 MQ9這種飛機，你可能第一個螺絲釘下去到生產完畢，可能幾個禮拜就可以，但一位合格，然後飛行員從素人，然後培養成能戰敢戰、完全合格的戰鬥機飛行員，可能沒有個5、6年、6、7年你是辦不到的。是，也因此。對於整個作戰體系來講，這種專業性、高度訓練人員是非常非常昂貴。那隨着這個武器裝備更為複雜，它的昂貴價值更高。也因此我必須說 ，MQ9這次比較多的戰損，並不能說明這個無人體系未來是不是被誇大，是不是沒有原來想象那麼大價值。那我認為它的戰損比較高，主要是涉及 MQ9它本身的定位。那就像前面講，它屬於一個反恐戰爭時期，那具備偵察、監視，甚至查打一體這樣能力的一個飛機。而 MQ9用在這次美伊的衝突裡面，它也不是一開始作為一個先鋒部隊，而是整個對伊朗的防空體系精準打擊，認為癱瘓到一定地步以後，才派比較多的 MQ9執行，包括偵察或者部分的打擊任務。那從這樣的一個這個戰損，我們還是說強調 MQ9它本身不是一個比較精密、比較不可損失的裝備，對美軍來講，它是一個可耗損的裝備。而這樣的一個耗損，事實上對比我剛才講的有人系統的耗損，其實這樣的代價對美軍來講，其實相對還是比較低的。对，那另外對美國未來考慮就是，你未來的無人作戰體系如何更豐富化、更精工化、更細部的分配你的職能，比如不同的任務、不同的功能、不同的領域，你要生產或研發什麼樣類型的無人機，可能就像中國大陸一樣。有無偵7、無偵8，還有各種甚至運輸用的無人機等等。我認為美國未來肯定也會往這樣的一個趨勢，豐富它無人體系，包括無人機的發展。因為損耗太大的話，所以要追求說成本再往下降。哈，等一下回來我們要特別來聊的一個議題啊，就是日本的核能力啊，現在會不會之後被視為是很大的威脅？馬上回來。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每週6日，寰宇全世界帶您走進全世界。好，這個部分我們要來看的是環球網啊，在9號引述了央視軍事的報道，那麼指出大陸海事局的網站上面有一個消息，是大連海事局發布了航行警告，說在4月9號，就是過去的這個4月9號10點到16點啊，就下午4點這段時間呢，黃海北部部分的海域進行實彈射擊哈，禁止所有的船只駛入。那對照解放軍報呢，在最近刊出了專文，他們特別聚焦在日本潛在的核武發展能力，而且說呢，最近中日關係持續的緊張，指出日本具備快速轉向核武化的條件，並且呢，對於日本軍事擴張的趨勢提出了警告。這個報道也指出呢，日本雖然沒有實際的擁有核武，但是已經具備完整核燃料循環體系，是全球少數能夠從核原料再到處理一體化運作的非核武國家。而根據文章當中也引用了數據啊，說2024年年底為止呢，日本累計大約有44.4噸的分離布。依照國際通用的估算的相關的材料，理論上可以制造大約有5500枚的核彈頭。這個文章當中也提到說，三菱重工啊、川崎重工這些企業呢，透過民用產業掩護，逐步轉型成為一個防衛承包商，也成為軍工發展未來在日本軍工發展的重要支柱啊。聽到這邊，大家覺得哇，那是日本的核武威脅，將來是不是也必須要
一併來觀察呢？那現在這個日本的核子跟核能技術，我們知道其實日本在核能技術發展行之有年啊，早就不是什麼秘密。可是解放軍報在這個時候特別點名日本的核武威脅是什麼原因呢？我認為這個中國大陸和日本的關係，自從這個高市上來以後，其實就不好，特別是警惕他在擴軍、在軍事擴張方面這個發展的這個步調，也因此對他包括254這種遠程1000公里的反艦飛彈的這個部署啊，還有甚至未來的這種是否發展核武等等，那提出很多專業的剖析，和指責和這個警惕，但我不認為日本在短期內會對它的核武這個發展獲得一些鬆綁。首先，它自己本身一些和平憲法進行的一些限制，它如果要大幅的鬆綁它軍事的發展，它必須要通過一些修憲，修憲以後，它才能夠陸續展開它相關的作為。但目前很明顯，它在核武這個部分還是有非核3原則嘛，就不擁有、不製造，還有不運進相關的核武系統，而且在核武的態度這個部分，美國已經表達了他不支持的態度。那美國還是提供一些像核威懾，還有就是這個進行一個美國提供核保護傘的方式，來提供日本相關的就核武器方面的相關保護的這個承諾。那另外，美國在這個核共享這個部分，倒是對日韓有一些鬆動，就是日韓你不要發展核武，但在有必要的狀況下，我的相關的核武兵力可以進入日韓，變相的進行核分享，以這樣的方式來打消這2個國家發展核武的這個企圖和計劃。因此，就目前的架構來講，雖然日本在核發電、核技術有它一些比較深厚的實力，但要從發電技術進階到擁有核武這樣的一個能力，我認為就現實它本身的政策和美國對它的限制，再加上在核武這個部分，國際間有相當嚴密的監管，那日本要逃過相關的國際監管，秘密發展而不為國際間所發覺，我認為是有根本的困難。因此，就短時間來看，日本要具備核武能力，我認為距離還蠻遠的，而且重要的關鍵，剛剛你點出了，就是美方的態度哈。那最近我們看到日本，你剛剛也提到，這個3月30號他們部署了2款啊，都完成部署2款針對中國大陸的25式陸基反艦飛彈。這個25式陸基反艦飛彈呢，是12式啊，就12式陸基反艦飛彈的升級版本，它的射程呢超過1000公里。那包括呢，中國大陸東部人口稠密沿海地區啊，像是上海啦，還有相關的一些這個區域呢，都在打擊範圍之內。日本防衛省也公告說，3月29號到31號期間呢，發現總共有5艘中國大陸人民解放軍的海軍艦艇，穿越對馬海峽之後呢，向東北航行。而其中就看到像是055大須啊、拉薩號，還有呢2艘052D 的這個驅逐艦。編隊當中還包括了815型電子偵察艦金星號以及9洞3A 型綜合補給艦。好，那防衛省特別補充說，他們也在3月28號呢，在東海的上空首次觀測到了一架新型運9的變體。好，這個日本航空自衛隊呢，立刻就出動了戰機來進行攔截。所以在中日關係，尤其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什麼比較和緩明朗的情況之下，哈，美軍剛剛特別也提到說，對於日本在相關這個海域所做的一些部署，哈 ，Russ 怎麼看美軍在日本方面，包括駐軍啦、武器部署的相關規劃？我覺得川普是可以接受，但是有一個重點，日本的要負擔的部分，川普會一直向日本要更多了。那你看川普對北約，不管多少次見面，不管是跟北約秘書長或北約國家、北約高峰會等等，或者他1對1跟不管法國或其他的北約國家領袖會面的時候，一直提及這件事情，一直認為美國的負擔是太多了。我們美國為什麼要
為你負擔這麼大的代價了。說出來都是錢呢。對啊，对啊，所以看日本也是這樣。那其實不管是國務卿、戰爭部、情報單位等等，都向川普總統說，因為中國的威脅，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都是我們美國盟友了。即使沒有跟台灣沒有條約，還算是盟友了。那其實這些人都跟總統說，中國大陸的區域威脅都日益增加了。那川普第一個反應，統統都是 money。對，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不管是駐軍也好，武器部署也好，反正只要日本出錢就沒問題嘛，對不對？我不會說是沒有問題，但是基本上是川普會願意配合。畢竟川普的立場也很清楚，他希望增加美國明年國防預算，已經提一個好大的數字，對不對？比今年增加好多錢，所以部署美國的不管是人力、航母、其他的系統等等，他基本上是同意可以接受。但是如果是要派到國外，到另外一個國家幫忙另外一個國家的國防，那他第一個考驗還是錢哪裡來的？對，美國不再出錢哈。那你剛剛提到北約哈，因為 NHK 有報道說，最近有一個新聞跟北約有關，駐北約總部的大約有30個國家的大使哈，目前正在協調要安排在5月中旬到日本去訪問。那也特別強調說，這次呢規模空前，而且這個代表團呢被認為是北約在中國大陸軍事擴張的這段時間呢，試圖要加強跟印太地區合作啊，所以特別來到日本訪問。那有幾位這個北約的消息人士透露說呢，代表團是由駐比利時布魯塞爾北約總部大約30個國家的大使來組成，而且強調是到目前為止最大、最不尋常的北約大使聯席訪問日本代表團哦。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號稱是到目前為止最大而且最不尋常的北約大使團？他們希望，他們是說北約希望日本發揮什麼樣的角色呢？大使就是一起在東方來圍堵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簡單來講就是這樣，東西兩邊合作。是問題就是說，北約減掉美國以後，好像那個軍力比日本還差，尤其海軍，因為唯一有2艘航母的那個英國，最近被川普說那2艘航母很爛，是哈，不重要的。对，那唯一有航母的就是法國，法国戴高樂號也很老很小，4萬多噸啊。法國說我要建一艘新的航母，我看是多少？2038年建成。哇塞，现在10幾年以後，而且是核子動力的，所以這個是歐洲的戰略思考的一個必然，他們是遠交近攻嘛。對，像法國以前跟俄羅斯是盟友啊，因為他們中間有一個德國，所以呢，現在他們就想說，俄羅斯跟我們作對，我們就找日本。